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塔罗的阅读时间，我是罗卡刘花。今天为大家选读的是你累了吗？我们来看看到底什么让你疲累，你又该怎么样疗愈自己。今天准备了4个选项，第一个选项是抹茶巧克力，还有日本神社外面常有的纸锤跟注连绳的一个卡牌。第二个选项是花的卡牌跟仙贝，心形仙贝。第三个选项是御神酒的卡牌，还有蓝莓塔。第四个选项是镜子，然后白巧克力的脆面包。请大家用直觉选一种甜点或是卡牌。那我们就开始咯。选择抹茶巧克力还有纸锤注连绳的朋友，到底什么让你觉得好累？我们来看一下吧。好，我们出现了愚者。这愚者呢，我会觉得你应该现在想要去做一些什么新的事情，或者是你可能在面对一个人生新的阶段。有些东西是你自己未知的，那你自己不知道怎么样子去面对，但是你非常的有动力，非常开心，然后不顾一切就想投入某一个可能 project， 或者是某个可能你要出国之类的。那这个东西其实会对你产生一点点的疲累感，因为你可能还没有那么多的准备，没有那么多的思考，所以可能随之而来会带给你许多麻烦之类的。那我们来看看，我们出2张建议牌，然后一边是你该怎么做会比较好，另外一边是你不该怎么做会比较好，然后看可不可以舒缓一点你的疲累，好吗？OK， 好，非常的明显。来，我们看一下，这是钱币 S。那钱币 S 呢，代表说呢，你必须要有计划的，然后踏实的去执行你现在的计划，或者是可能你，例如说你要出国啦，那你就好好的思考一下你该怎么做。然后是不是有一些什么例如说可能要办什么手续啊，或者是有什么细节你有没有漏掉？那请你巨细靡遗的或者是你可能拿出一张纸，一个个列出来，你该做什么，你能做什么现在，然后别人网络上大家如果说要跟你做同一件事情，那你该要去先把什么东西准备好 ，OK， 所以要做点功课 ，OK， 好。那你不该做什么呢？这张是魔杖 S， 就代表呢，你一定要动起来，好吗？你要行动，动起来，不能够，千万不能够只是在那里想，然后异想天开，觉得反正我只要试试看就好啦，我只要就是去做就对了。可是只是嘴上讲讲不行，好吗？我们不要随便讲讲而已，我们真的要去行动，而且是要怎么样？
要有计划的去行动，要确切的、踏实的，就算稍微慢一点也好。我们要把事情做好的话，一定要有计划，要有规划，才不会容易受伤，也比较不会那么多的麻烦等着你，好吗？要不然你现在，我觉得如果你没有把事情处理好，你的疲惫会是比你现在更痛苦。OK， 好。那我们最后来看一个，你可以用什么去疗愈你自己 ？OK。OK， 好。那我们看一下这张牌是 Lady 就是女士，这个其实不一定是就是有性别啦，就是代表你自己。那这张牌呢，我认为你必须要先忠于自己，然后你要先想一想，你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你想要的，真正想要的，对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你要先跟自己好好的对话。等一下，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指锤跟这个注连绳的，它的意思其实最大的意思，最重要的一个意思，就是你必须要跟自己好好的对话先，然后你要询问自己，你是谁？你该做什么事情？什么对你最重要？什么对你不重要？好吗？那你要把自己的核心找回来，然后好好的面对自己，那应该就没有问题咯。OK， 好，今天的塔罗有点简短，但是希望在接下来的这个礼拜能够给大家一点疗愈，好吗？ OK， 拜拜。OK， 我们来到第二个选项，选择心型先辈跟花的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什么让你很累。直接分牌 ，OK， 那我们就用它咯。OK， 那我们出现了正义。正义呢，会有点极端的两个意义，有几个意义蛮极端的。那因为是大众塔罗，所以我就都讲讲看。第一个呢，就是我觉得你是不是因为你自己的一些规则跟坚持，还有你所谓的平衡，你可能有点累了。就是呢，有一些你，好吧，我们直接讲，就是固执的点，你没有办法妥协，你觉得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所以不行，你的规则就是别人都动不得。那还有一个比较，我觉得是比较特殊的就是有可能是因为你可能偷偷的喜欢上不该喜欢的人，所以你有点累了。可能对一些感情的事情，就是可能不敢跟对方讲，然后又觉得，可是又很在意对方或者是你可能偷偷摸摸的跟谁在一起，那让你有点疲累，有点压力咯。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该做什么。好，左边我们放该做什么，那右边是你不该做什么，好吗？我们来看看。
我刚才在讲说 justice 应该会有2个意思，但我觉得看这个牌面应该是比较接近后者。就是你可能偷偷摸摸的喜欢谁，或者是有一些比较暧昧的，比较不太好的，就是一般世俗上面不太好的关系。但是因为我6花基本上就是大家的朋友，就是看的人的朋友，所以只要是你们的幸福我都支持 OK。 好，所以我并没有所谓的什么既定的观念。那来讲吧。可是呢，塔罗说你不要再偷偷摸摸了好吗？那可能如果你能够这有很多方向第一个就是如果你可以把这个暧昧的感情或是一个比较可能上不了台面的暗黑的一个感情如果你可以把它给可能转化成一个比较光明面的比较可以上得了场面的关系，或者是我觉得如果你们2个真的暧昧，你就说破吧，就至少我觉得你们现在有点卡在这里，就是卡在现在这个点，那这样子对你们其实都不太好。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有时候感情我觉得有时候说开了也不坏啊，那可以进入下一个阶段这样子。那下一个阶段会怎么样？那我觉得就不一定，只是说至少不会到现在这样那么痛苦，你不敢讲或者是不敢公布，那我觉得这样子对自己都是一个内耗跟折磨，好不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你不该做什么。好，出现死神大家都很怕死神，但其实有常看塔罗的朋友应该知道，就是死神其实并不可怕，它代表着一个重生，只是说我们今天这个位置是你不该怎么样，就你不该这个样子。那出现死神道就是代表说，如果你一直持续在现在这个状态，也就是你现在卡住的这个状态，那势必你会一直就这么累，这么的内耗，然后永远会觉得好像没有办法很开心，好吗？我们来看一看你要用什么或者是做什么事情才能够疗愈自己。看一下，OK， 是幸运草。那幸运草的话有几个点可以跟大家聊聊。第一个就是呢，我觉得你们真的就说破吧，然后好好的把2个人的关系理清楚。你看这边2个小瓢虫有没有？就其实他们好好的对话，好好的说，那其实是会迎来一个很开心的局面，而且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啦。对呀，好。那第二个呢，就是如果真的不管怎么样就不能说破，或是不能够搬上台面的话都没有关系，那你就找一点开心的事情，就是每天找一个小确幸，让自己开开心心的，例如可能吃个好吃的蛋糕，喝杯好喝的奶茶或咖啡，那跟自己好朋友聊聊天都好，找一点让自己觉得开心的事，好吗？兴趣也可以好吗？ OK， 好，那我们选择第2个选项的朋友，今天的阅读到此结束，谢谢，拜拜。OK， 那我们来到第3个选项，选择蓝莓塔跟御神酒的朋友，到底什么让你好累？我们来看一下吧。
给我们出现了魔杖 S 倒着。这张卡呢，就说明你其实应该有一些想要去做的事情，可是你可能一直都觉得没有动力，或者是一直没有去实现它，没有去行动。那这我觉得反而造成了你的一个内耗。那还有就是我会觉得就是可能最近你的精神可能也没有很好。 OK， 我们来看一下你该做一些什么事情会让现在的疲累变好，那还有不该做什么。 OK，好，我们来看一下你应该要做些什么呢？这是圣杯6，圣杯6代表的几个意思哦。第一个是如果你可以的话，我觉得你多帮助你身边的一些人，这个对你会有一些帮助。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你的精神力的恢复跟还有，因为毕竟其实我们帮助别人会有一些反馈，那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看。另外呢可以跟自己比较要好，或是你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喜欢跟他聊天的人，你可以跟他聊聊天，然后可能例如说可能你以前怎么讲啊，就是可能以前有联络，或者是一些老朋友，我觉得你可以跟他们再度的联络看看，也许会改善你现在的一个内耗或者是一个疲累的感觉哦。 OK， 好，那接下来你不该做什么呢？我这张是钱币随从，不好意思，你们会觉得这个卡太闪。这张卡其实是我一直以来都是跟着我最久的一副卡牌这样子。那我很喜欢它，因为我觉得它很有能量。只是说我平常在算牌的时候，或者是可能就是私底下真的有一些朋友，我们算牌的时候，真的这个就是这个卡牌太闪了，希望你们不会觉得看起来很不舒服。OK， 好，回过头来我们来讲一下你不该做什么。就是呢，你可能有些事情想得太沉重了，就例如说啊，我一定要存了多少钱，我才能够做什么事情，或者是我一定要先完成什么工作，完成 ABC， 我才能够继续我接下来我想要做的事情。但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觉得你想到就去做啊，然后甚至我会觉得，有时候其实你真的实际上做，你就发现其实第一步踏出去之后没有那么困难。你想太多了，然后给自己太沉重的压力了，好吗？你让自己轻松一点啊，那很快就可以把你这个疲累感给赶走。OK，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你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或是你例如说怎么样可以让你得到一些疗愈。好哦，出现了 Fox 就是狐狸的话呢，
这狐狸的牌呢，它原本的意思是，就是你要多警戒、观察周遭，那就是我觉得有多观看周遭环境，然后或者是如果你想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的话，其实我觉得你可以先上网，或者是可能多收集情报，多找一些相关的讯息，其实都对你的一个现在带来给你疲累的事情会很有帮助。其实我觉得整个牌面让我看起来会觉得你可能真的还没有去做，就给自己太大压力，或是把自己吓到一个不敢动的状态。那其实这样是很可惜的啦，真的，我觉得你就动起来吧，然后去尝试看看，反正大不了就打掉重练咯好吗？OK，那我们第3个选项，我们到此结束，谢谢大家，拜拜。OK，我们来到第4个选项，选择白巧克力烤面包跟镜子的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到底什么让你很累。OK， 我们抽到了一张圣杯5。那这张牌的意思是，其实我觉得给你内耗带来给你疲累感觉的是，很多的时候你可能只看到你自己可能失败的、缺乏的，可是你却忘记了，其实你还拥有一些其他的。这边有3个圣杯倒了。所以这个人他觉得好伤心，他看到3个圣杯倒在那边，就会想说，哇，天哪，我3个杯子里面东西全没了。可是他其实没有发现，那后面还有2个杯子诶，而且其实他还有桥可以过去，一个新的风景。但他完全没有，他就一直在同个地方，然后一直觉得自己很难过，然后一直想着这3个杯子的东西不见了。所以我会觉得说，你是不是应该可以多想一下，其实你自己拥有的，还有就是其实你自己做的很好的部分，不要一直想着我哪边做的不好，或者是我失去了什么，我失败了什么。想想你很棒啊，你可能有其他很顺利、很成功，或者是你原本就拥有的东西，好吗？好，我们先来看一下那。左边我们来抽一张，你应该要做哪些事情可以给你带来幸运，或是可以给你带来一些帮助。那右边我们来出另外一张牌，就是你应该要避免什么样子的行动，或者是不该要做什么样的事，会给你带来厄运，好吗？OK， 好，我们出现了魔杖女王这张牌呢，告诉你，其实你很好，你真的很好。那你一定有很多很多，其实你自己没有发现的优点，或者是其实说不定你很受欢迎，只是你一直觉得自己不够。这张牌呢，它代表着一个很有人格魅力的一个人，然后还有就是可能有一些别人没有的一些热忱、热心，然后或者是行动力还有再来就是
也许有一些专长是别人没有的，所以我觉得你要多看一下你自己好的地方，真的是不要一直觉得自己哪边不好啦，缺点不要一直放大好吗？我们要多看到自己的优点，那你真的很好，你真的很好哦，好吗？我们来看一下你不应该怎么样 ，OK？ 这张是圣杯6，所以呢，你不要让自己变得好像有时候觉得自己可能做得不够好，或是自己没有那么的杰出，就把自己给就缩在角落了。就我觉得你可以多多的跟一些朋友接触，然后可以多多的甚至跟之前没有联络的朋友重新取得联络，然后呢，或者是多帮忙多帮助周遭的人。我觉得这件事情你做了之后，你一定会发现，哇，原来我如此的强大，原来我自己还不错，并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糟，好吗 ？OK， 那我们最后来看一下，有什么可以疗愈你的？滑手机是吧？OK， 星星也太明显。OK， 好，这张牌呢，是雷诺曼牌的星星的牌。那，我塔罗的学生哦，或是我的客户，大家都会知道，就是这张牌我就是一个解读，就是第一个解读就是滑手机，滑手机，然后追剧，然后就是反正就是网络，好不好？网络多看，然后多听。那再来就是还有看电视嘛，3C。那那我觉得你就是应该要多追点剧啦，然后放松自己，好吗？还有就是可能，也许如果你就是突然之间要跟你的一些很久没有联络的朋友要联络，我觉得你可能有一点会觉得尴尬。那我觉得你可以先传个讯息给他们。对对对，或者啊，你可以例如说就是参加一些什么像交友网站，就是交友 APP 之类的，就是例如说在网络上认识一些人，或者是线上游戏啊，那或者是在网络上认识一些新的人啦，不一定要就是交朋友啦，就是找人家聊天也可以，好吗 ？OK， 那我们第3个选项，今天的导读到这边结束，谢谢大家，拜拜。OK， 那我们今天4个选项的导读都完毕咯。那最后想要给大家一些其他的小建议，我们先来看一下第1个选项的朋友，选择抹茶巧克力跟纸锤注连绳的朋友。这张牌呢，它其实在讲的是说，你有时候把自己给限制住了，那有点感觉每天在很盲目的在忙碌，所以其实你应该要先停下来，然后先询问自己，你什么事情才是最重要的，然后要优先去做什么。那自己这样到底有没有在白忙？当你好好的询问自己，你好好的咀嚼思考之后，我觉得你会发现，其实你之后的一个方向性会更明确，然后可能不用燃烧这么多的一些能量，其实你就可以做得更好。OK， 那如果有时候觉得很累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多按摩你自己的肩胛骨啊，或脖子或肩颈。还有就是，因为是神社嘛，所以我觉得你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去一些
像寺庙啊、神社啊，或是我不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嘛，好，那教堂也可以，就是我觉得你可以去祈祷，那拜拜哦，或者是去一些比较有一些能量的地方 ，OK。好，OK，那第二个选项选择了心形仙贝，还有花的卡牌的朋友，再给你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其实这张花的牌呢，我会第一个感觉就是我不知道我们台湾以前就常会讲那个花无百日红，有没有？就其实花的绽放是一瞬间的，所以我觉得这牌是鼓励你，其实要珍惜现在，就是活在当下，然后真的有时候时机过了就没了，那有人走了就再也不会回头了，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你不要犹豫，然后真的好好的去面对一个关系。那再来就是如果我们刚才的导读内容的假设，如果你不是因为感情上面的一些状况的人，那是因为自己一些坚持或者是自己的一些一些固执的点，让自己觉得很辛苦的人，那我会觉得其实有时候你可以看一下周遭，因为一定会有一些人是让你感觉到这些人很厉害，那他厉害的点是什么？他让你觉得很羡慕的点是什么？那这些东西、这些事情，你把它给偷偷的学起来，或者是你把它记录下来，那总有一天，其实你发现你自己也可以跟这些人一样绽放得很美，然后可以活得很轻松、很自在，好吗？那如果建议就是，如果你真的有时候很疲累的时候，我建议就是，例如说，可以先从自己的外貌，就例如说，可能买一些新的衣服啊，整理一下自己的容貌，自己的容貌，整理自己的仪容啦。我在说什么？整理自己的仪容，然后让自己看起来更好一点，就从外在开始改变，也许还不错。接下来还有就是，例如说可以吃一些像花的食材，像花椰菜、花椰菜之类的，这些蔬菜其实对你蛮有帮助的。还有就是，我觉得你可以真的去，我这是很特殊啊，但我觉得，例如说你可以去插花，或者是可能买花，或者是去看看花都好，就是跟花接触，那也许可以给你带来一个新的想法，那说不定也可以让你比较不会那么的累，好吗？OK，那我们来说说第三个选项，选择蓝莓派跟御神酒的朋友，再给你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呢，这张御神酒的牌呢，它其实主要在讲的是说，你可能平常偶包可能有点太重了，所以因为喝了酒的人，有时候你知道，就是会比较嗨，或者是可能比较能够释放自己。其实我觉得他就在讲这个东西，就是你可能平常一些偶包啊，或是一些比较太放不开自己的地方，其实我觉得你就把自己多多的学习怎么释放自己，然后其实真诚的去面对自己周遭的人际关系，或者是比较放开自己的去面对一些事物都是比较好的。我就是有时候不要把自己的怎么讲墙壁，就是把自己包的这么的严密，这样子，好吧？
如果就是如果真的很累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你多让自己真的放空、放松，就是例如说可能真的很累的时候，你就可能不要看手机啊，不要看电视啊。真的很累的时候，你就可能只是稍微冥想或者是稍微坐禅都好，那让自己整个就是放空的，不要想那么多。那再来就是吃白饭啦，或者是补充一点像葡萄啊、蓝莓之类的，一些水果都还不错。那当然要喝一杯红酒也不错啦，然后就喝个酒其实也还好哦。但是对，要符合就是可以喝酒的年龄哈。再来就是可能例如说有时候房间的灯就是稍微把它放暗一点，然后这样也许可以让自己能够多放松。OK， 那选到第4个选项的朋友，选到白巧克力、烤面包跟镜子的朋友，再给你一个小小的建议哦。那这张牌它是镜子，镜子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好好的面对自己，了解自己的长处、短处，还有就是你平常是用什么样子的表情在说话、在笑的。我觉得，你可以透过镜子好好的重新审视自己。那其实面对自己是蛮可怕的一件事情啦，因为毕竟要对自己诚实，然后好的坏的，就是内心都要放开心胸去面对它。但是其实我觉得真的我觉得人其实要真的完全的面对自己之后才会变得更好。OK， 那接下来就是如果你真的觉得很疲累的时候，你可以真的就是在镜子里面就是透过镜子看看自己现在的一个感觉，我自己现在是很狼狈吗？还是真的就是感觉真的好累好累这样子？那好好调整自己的，例如说可能就是头发是乱啦，或者是妆有没有花啦，或者是领带有没有歪啦，就从自己的一些自己的周遭开始做一个整理都还不错。再来就是有时候如果真觉得自己的身体状态不是很好的时候，建议你可能要稍微重新的想一下你自己平常吃东西你吃进去的油是不是好的油。OK， 那再来可以给你带来幸运的是像是镜子类的东西，例如说相机因为它就是用到镜子嘛，用到玻璃嘛，那就也许你可以去拿起相机或手机有拍照功能嘛，那你可以到处去可能记录一些风景，或者是拍下一些你喜欢的照片。那另外还可以去一些像是游乐园啊，就是有一些镜子的地方，我现在临时只有想到游乐园，就镜子的地方。再来就是湖，就是可以映照到自己的一个地方，都还不错，可以给你带来幸运。那如果真的很忙没有空，或者你可以带一面小的镜子在身上，也可以给你带来幸运哦。好 OK， 那我们今天的导读到此结束。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欢迎帮我按赞、订阅、分享。我是六花 Loka， 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个美好的一天。拜拜，要开心哦。